地下格斗场里，一个满是纹身的胖子一记鞭腿踢倒了另一个壮汉，这已经是他今晚第6场连胜。就在他嚣张的不可一世的时候，新的挑战者上场了。这个穿帽衫的挑战者刚脱下衣服，露出面容和健壮的身体，全场就发出了一阵嘘声。看起来大家都认识这个名声不太好的男人，而胖子刚才嚣张的气势也突然荡然无存，竟然直接吓得放弃比赛，离开了全场。这个刚上场连拳都没出的男人就这样轻松无比地赢了一场比赛，拿走了今晚的奖金，气得全场的观众骂个不停。这个名叫道尔顿的男人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被身后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叫住了。男人上来就给道尔顿的腰上捅上了一把匕首。原来刚才道尔顿赢下比赛，害得他损失了500块钱，但没想到道尔顿面不改色地握住他的手，问他想清楚了没有。男人被道尔顿的气势震慑住了，吓得松了手，仓皇逃跑了，留下把匕首就这样插在道尔顿的身上。对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的道尔顿走到自己的车后，拿出胶带准备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包扎，没想到又出现一个女人过来和他说话。原来女人看出道尔顿是一个狠角色，想高薪请他到自己在海岛上的餐厅当保镖。道尔顿一口就回绝了女人的邀请，但是女人并不死心，她给道尔顿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希望他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其实道尔顿也确实需要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，他连住处都没有，每天晚上就是睡在自己的车上，还要不断被警察驱赶。他似乎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，但总是会一直想起。道尔顿开车在铁路闸口前停了下来，因为马上火车就要开了过来，但他却把车开上了轨道。这一刻他竟然有了轻生的念头。眼看火车越来越近，汽笛声越来越响，道尔顿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决定继续活着。可他启动了半天，他这辆破车也没任何动静。就在这最后关头，车终于有了反应，可火车也到了。汽车被撞得转了一大圈，但所幸道尔顿还没死。他觉得这是老天在保佑他。既然是这样，他觉得还是踏踏实实的继续活下去，找一份像样的工作。他的眼睛看到了女人留下的电话号码。他乘坐大巴来到了风景秀丽的佛罗里达群岛，这里有美丽的海岸线和椰子树，好似一座人间天堂。道尔顿来到这里，感觉心情也好了很多。他刚下车，一个少女就和他打招呼。这女孩是书店老板的女儿，古灵精怪，热情好客，还送了一本书给道尔顿。在女孩的指引下，道尔顿找到了那间海边的餐厅。他在吧台要了一杯咖啡，他觉得这里好极了，又安静又平和。听到这话，吧台的胖妹妹哑然失笑，因为到了晚上，也许这个帅哥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果然，到了晚上，这个餐厅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。只能说，海岛的民风果然淳朴彪悍。道尔顿也终于明白餐厅老板娘为什么要请他当保镖的原因了。甚至餐厅的乐队都用铁丝网包围着，以免遭到醉汉们的干扰。这个时候，一群骑摩托车的大汉走进了餐厅，为首的一看就是专门来找茬的，到处搞破坏。道尔顿抬头看了一眼2楼盯着自己看的老板娘，他知道是时候该自己出手秀一下了。他把这群故意惹事的人叫出了餐厅，6名大汉把道尔顿围在中心，他们笑得很开心，以为可以拿眼前这个人当沙袋好好乐一下的时候，没想到道尔顿先出手了。他给每个人都来了一个大嘴巴，然后啪啪几拳就将几个人打趴下。为首的黄毛不信邪，非要争一口气，结果被道尔顿直接撂倒在地上，朝他脸上连续捶了几记铁拳，才终于老实的一动不动。这一下把围观的众人都看呆了，没想到老板娘请来的保镖这么厉害。但没想到道尔顿还是个负责到底的好人，他竟然亲自开车送这几个被打坏的小混混去医院看病。值班的女医生丽莎也是第一次看见道尔顿这么与众不同的人。她看见道尔顿的腰部在流血，于是为他重新消毒包扎了伤口。2个人相谈甚欢，道尔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回到餐厅的道尔顿领到了女老板第一笔预付的工资，看来女老板对他今晚的首秀表现相当满意，甚至他把自己在码头停放的船屋给道尔顿当临时的居所。道尔顿站在小破船上看着远处的朝阳，他觉得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可第2天道尔顿就感觉有些奇怪，因为似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岛民都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大家都知道了海边餐厅来了个牛逼的保镖，而这个超级保镖似乎也不能扭转岛民彪悍的性格。餐厅里每天还是有各种醉汉打架闹事，但是面对这种小打小闹，道尔顿感觉还不值得自己动手，于是他教餐厅年轻的服务员如何预判对方的行动，做出反击，而小徒弟们似乎也挺上道，一学就会。于是每天的打打闹闹就靠2个年轻人就能轻松解决，道尔顿的工作顿时轻松不少，每天晚上就是靠他这张脸就震慑住一些想赖酒喝的醉汉，而白天没事的时候，道尔顿就会去书店上网，和古灵精怪的少女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虽然日子每天过得轻松惬意，但道尔顿每天晚上还是会做噩梦，梦到他曾经站在国际顶级的重量级拳赛现场和对手搏斗，他每次都会从梦里惊醒。
而这噩梦似乎也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到来。一天晚上，道尔顿下班回家，一个人走在大桥上，背后开来一辆车，突然加速向他撞来。道尔顿猛地跳开躲过这次撞击，没想到这车又倒回来撞向他。这次道尔顿没躲开，被汽车直接撞到了后车厢里，而汽车也因为用力过猛撞破栏杆，悬挂在大桥边缘。开车的男女吓得赶紧弃车逃命，而汽车开始快速倾斜，道尔顿不得已直接掉进了海里。好不容易浮出了海面，他狼狈地回到船屋，才发现上次被他送进医院的黄毛就坐在船里拿枪等着他。原来刚才撞道尔顿的司机也是他的人。道尔顿无奈地苦笑，不知道为什么黄毛对他这么执着，但没想到黄毛却说出了真实的原因。原来他背后的老板真正的目标并不是道尔顿，而是海边餐厅。道尔顿趁机击倒黄毛，一使劲把黄毛直接扔进了海里。但是他只是想惩戒一下对方，无意伤害对方的性命，所以他还是准备把黄毛拉上来。可没想到水里突然窜出一条鳄鱼，一口咬住黄毛的腿，硬生生地把他拖进了水里，再没了踪影。这突来的变故把道尔顿也吓傻了，这看似平静的水面竟然危机四伏。第二天，警察在码头附近打捞了半天，也没找到黄毛的尸体，看来已经被鳄鱼吃干抹净了。然而这件事远没有结束，刚送走了一个黄毛，又有人找上门了。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半路上叫住道尔顿，他的老板想要见见他。道尔顿懒得理会，但没想到男人亮出了手枪威胁他。自己就曾是恶人的道尔顿怎么会怕人威胁？他直接走过去捏断了对方的手指，让对方不光枪拿不了，连吃饭都成问题。道尔顿解决了这些小喽啰，决定还是找老板娘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为什么这群人都盯着这家餐厅。但老板娘却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，而且觉得问题不大，三两句就把道尔顿给打发了。但其实他是完全知情的，只是对道尔顿隐瞒了真相，因为他怕把自己刚刚请来的人吓跑了。原来这群人的老板是一个叫布莱特的公子哥，他的父亲是岛上臭名昭著的大毒枭，现在被关进了监狱里，所以一切事务都由他的废材儿子布莱特打理。由于布莱特看中海边餐厅这块地，想买下来建度假村，但女老板坚决不卖，所以布莱特派人三番两次到餐厅来闹事。但没想到老板娘请来了一个超级高手，一出手就折了自己好几个手下，这让布莱特头疼不已。儿子办事不力，身在监狱的爹只能亲自出马。既然对方是个高手，于是他也请了一个高手出马，确切的说，应该是一个疯子。这个男人不仅光着屁股大摇大摆地从偷情的女人家里出来，走在大街上，完全不介意周围妹子吃惊的目光，甚至抢了路人的衣服后，还在集市上烧了一把火。这个犹如恶兽一般的男人，将会是道尔顿有史以来最强的对手。而此时的道尔顿还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。美丽的女医生丽莎主动开着游艇带着他出海玩。丽莎把船开到了大海深处，这里原来是个浅滩，两个人就坐在海面上惬意地喝啤酒聊天。可当丽莎问起道尔顿比较个人的问题的时候，道尔顿很明显不想回答，他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过去。他甚至起身想马上离开，但丽莎其实早已经从网上知道了道尔顿的过去，她愿意接触这个有着黑暗过去的男人。道尔顿终于放下了防备，和丽莎亲吻在一起。等道尔顿回到船屋的时候，两个警察找上门来要找他聊聊昨晚上黄毛被害的事情。可没想到道尔顿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一个警长坐上了车和他单独谈话。原来警长想让道尔顿离开这里，不然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丢进监狱里。道尔顿哑然失笑，没想到这个地方连警察都是黑的，他是不可能被人威胁一两句就离开这里。警长恼羞成怒，把道尔顿拉到车外，掏出枪想一枪崩了他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丽莎开车赶了过来，上来就给警长一个大耳光，而警长竟然没有任何反应。一脸懵的道尔顿被丽莎救走了。原来警长是丽莎的父亲，由于丽莎不耻自己的父亲和毒贩勾结在一起，所以一直都和他没有来往。丽莎也劝道尔顿最好离开这里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水太深了，很多事情早已经根深蒂固，他一个人没办法扭转这里的局面，他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道尔顿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餐厅，此时的他也在犹豫不决，毕竟这里有份不错的工作，同事们也都挺好，而且也是这份工作拯救了一心赴死的他。就在他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没想到又有人找上门来了，这回是公子哥布莱特亲自上门了。道尔顿以为又是来一个威胁他离开的，但没想到布莱特没有这么做，而是拿出手机给他看了一段视频。这是一段道尔顿之前打比赛的视频，在这场国际比赛里，道尔顿迎战的对手也是他的朋友。本来这场比赛道尔顿已经赢了，但他打到最后陷入到疯狂的杀戮状态，对着已经昏倒在地上的对手还在一拳一拳的狠狠击打着，直到最后把对手活活打死在台上。也就是这场万人瞩目的比赛让道尔顿变成大家眼里的恶魔，而他自己从此之后也有深深的恐惧，他害怕会再次释放自己内心的狂躁，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但没想到布莱特杀人诛心，故意拿出视频给他看，让他再次回忆起那段他想遗忘的回忆。布莱特眼见效果达到了，于是离开了酒吧。
紧接着胡子哥就登场了，他带着一众小弟进了餐厅，就是到处捣乱，甚至撕破了舞台的铁丝网。2个年轻的服务员上去想制住胡子哥，但没想到这个人和以往的醉鬼完全不一样，他不仅疯癫，而且拳脚功夫相当厉害，2、3下就把2个年轻人打得动都不能动。其他人也上去参战，一下子整个餐厅演变成了大乱斗，到处都是互殴的酒鬼。可即便是这样，道尔顿依旧坐在位子上动也不动，似乎眼前的这些打斗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直到胡子哥开始大叫道尔顿的名字，道尔顿这才明白这又是冲着他来的。知道躲不过的道尔顿终于起身走到胡子哥面前，可没想到嚣张至极的胡子哥还是个嘴炮王，在开战之前还非要多说几句冷笑话挑衅一下，然后突然出其不意的出手。2个顶尖的拳手都在一处，但很明显道尔顿由于刚才视频的影响，战斗的欲望并不高。他被胡子哥的小弟困住了双手，像个沙袋似的就任由胡子哥一顿猛揍。这种不还手的操作让胡子哥觉得挺奇怪。最终道尔顿被胡子哥摔到了餐厅门外，他满身血污的站起身来，眼里没有半点光彩。胡子哥终于看出了端倪。There'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. Me too. 胡子哥就这样放道尔顿走了，因为和这样没有战斗欲望的人打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道尔顿失魂落魄的走了，就连赶来的丽莎喊他也没停下脚步。老板娘在船屋找到了道尔顿，发现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去。老板娘终于向道尔顿承认自己其实骗了他，他其实早就知道他的餐厅被毒贩们看上了，因为怕道尔顿吓得要走，所以才隐瞒没告诉他。但是此刻也已经晚了，本来不想走的道尔顿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，反而越来越害怕，怕控制不了自己内心越来越压不住的杀戮欲望。可当他拖着行李来到车站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旁边的书店出了事，只见书店已经被烧成了废墟。道尔顿打听才知道，书店的女孩也被送进了医院。原来布莱特的手下看见他经常和书店的女孩玩得不错，于是也对书店和女孩下手了。看着慢慢开走的客车，道尔顿内心充满了愤怒，他内心那最后一道关卡也终于被怒火冲破了。他没想到自己一味的忍让会导致这样的结果，他觉得现在还不能走，这是他的命，也是他背负的责任。道尔顿找到布莱特的豪宅住址，这里只有布莱特的一名手下，而就是他放火烧了书店。道尔顿只用了一拳就打断了他的舌骨，让此人跌落在泳池里淹死。这就是为什么道尔顿之前一直隐忍不轻易生气的原因，因为他一旦真的愤怒了，打出的必是杀人拳。道尔顿离开的时候，从另外一个小混混那里得知，明天早上在海边会有一场秘密的毒品交易。这个晚上他又做了噩梦，杀人对他来说就是原始本能，也是深深的恐惧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一个黑警拖着刚刚交易完的箱子慢慢朝小艇走去，道尔顿悄悄靠近，一拳打晕了黑警。他打开箱子，里面装的是满满一箱钞票。于是道尔顿有了一个计划，就在他在制作炸弹的时候，果不其然，警长火急火燎地跑来找他。警长知道道尔顿不会把钱还给他，于是谎称布莱特把丽莎绑架了，逼他交钱。道尔顿也不是傻子，知道面前的老狐狸是个什么货色，他假意答应了要还钱，也趁机得知了布莱特现在就躲在海上。于是道尔顿开了艘小船，直奔大海深处。他上了布莱特的游艇，果然看见了公子哥布莱特，还有得意洋洋的警长。他以为轻松就骗了这个傻小子来还钱，但没想到布莱特真的绑架了丽莎。这一下可好，2个人狗咬狗。而这个时候，恶鬼胡子哥也开着快艇向这边冲来，这一下可就热闹了。而道尔顿决定给这场闹剧再助助兴。What the hell is he doing? What the fuck is he doing? 道尔顿被震得头昏脑胀，但他还是强撑着站起来，在船上到处搜寻丽莎的踪影。终于在船舱底部找到了丽莎。2个人打破玻璃游出船外，一个混混又扑向道尔顿，道尔顿赶紧让丽莎先走。而这个时候，胡子哥已经向他们冲了过来。道尔顿趁机摆脱了束缚，丽莎慌忙之中上了艘小船，可没想到船上的人竟然是布莱特。布莱特眼见自己的游艇被毁，气得直接开着小船朝海岸线奔去，他准备亲自去毁掉该死的海边餐厅。而另外一边的道尔顿还在被胡子哥死死纠缠着，胡子哥又折返回来，恨不得一头撞死他。道尔顿趁机抓住船边的绳子，一翻身也上了船。他趁胡子哥没站稳，猛地转动方向杆，把胡子哥先飞到海里。布莱特看见身后追来的道尔顿，索性调转船头朝道尔顿的小船冲去，他想要撞死这个3番2次坏他好事的人。2艘船顷刻之间就要撞上。道尔顿扶大命大摔在了快艇的软垫上，布莱特更加兴奋了，加足马力朝海边的餐厅冲去。丽莎想上去阻止，却被他一拳打倒。布莱特还想继续施暴，结果被道尔顿一把抓住了拳头。道尔顿一脚踢翻布莱特，而船马上就要冲上沙滩了。
爬上岸的道尔顿看见被船撞得稀烂的餐厅，这个被自己保护的地方还是被毁了。突然躲在暗处的布莱特向他射了一根鱼箭，这个废材公子哥竟然还没死。道尔顿气的就是对布莱特一顿暴打。他突然听到汽车轰鸣的声音由远及近，阴魂不散的恶鬼胡子哥再次跟来了。这两个人最终还是要有一场决战。两个人赤手空拳展开了激烈搏斗，一时间打得不分上下。道尔顿意识到这是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于是脱掉了外套，恢复成一个真正的拳手，开始战斗。这个废墟式的餐厅成了两个人决战的八角笼。胡子哥之前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职业拳击手，两个前职业拳手都使出了比赛用的格斗技。打到最后，道尔顿侧身翻到胡子哥身后，双臂锁住了对方的脖子。胡子哥怎么挣扎也挣脱不开，眼看他就要被道尔顿勒死，他从地上捡起木刺，一翻身压在了道尔顿的身上，木刺重重地扎在了道尔顿的腰上。道尔顿口吐鲜血，似乎快不行了。胡子哥又捡起一把木刺，慢悠悠地看着他，像是在欣赏自己垂死的猎物。站在一旁的布莱特催促胡子哥赶快动手，快点解决掉道尔顿。杀疯了的胡子哥嫌他聒噪，竟然直接扭断了老板儿子的脖子。他果然也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疯子。道尔顿单手挡住刺向自己的木刺，开始反杀了。他终于打倒了胡子哥，而他自己也是伤痕累累。丽莎看着满身血污的道尔顿和躺在地上的两具尸体，此刻他也终于明白当初道尔顿想要逃避他的原因。他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这个时候警长也来了，但他这次并不是来抓他的，而是出人意料的让道尔顿赶快离开这里。也许是看在他救了女儿的份上，小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道尔顿等的大巴车终于来了，他和前来告别的书店少女做了最后的告别。女孩的父亲发现店里放着一个大箱子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满满一箱子钱，这是道尔顿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女孩父亲刚想去追道尔顿，才发现这个男人早已经坐车离开了。他就像西部电影里的孤胆游侠，解决了祸害一方的恶霸之后，片甲不留身的潇洒策马西行，继续远走他乡。而在另外一边的医院里，恶鬼胡子哥也没死，打倒了一众医生护士后，穿着病号服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医院。他和道尔顿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再见面。